在浙江群山深处，一群特殊的采集者正在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。他们的目标是高耸入云的香榧树，树干光滑如镜，他们却徒手攀上20-30米的高度，只为了采集那被誉为坚果中的奢侈品的果实，每天都在挑战着极限。这小小的香榧，每斤售价上百甚至上千元，被称为坚果中的黄金。它只生长在中国南方特定的山区，一棵树要等几十年才能丰收。但这高价背后，是采集者用生命在冒险。因为采摘香榧是拿命换钱的活，几十米高的树往往只能徒手攀登，每年采摘季，总有人从树上摔下，轻的骨折，重的丢命。然而，收益和风险并存，一季采摘下来能赚好几万块。对山村农民来讲，这诱惑难以抗拒，有时就是拿命在赌。这样的高风险背后，是这颗果实惊人的价值，它比夏威夷果贵4倍，比花生贵60倍。这颗有着 1.7 亿年历史的果实，经过古人的驯化，从酸涩难以下咽到以香字冠名，成为北宋时期的宫廷贡品。在绍兴会稽山上，至今还保存着上百棵1000年以上树龄的香榧古树，最古老的已有1600年。这种生长极其缓慢的树木，树茎一年只能长3毫米，从开花到果实成熟需要整整3年时间。每年的采摘季都是村里最重要的时刻，但在登上高树之前，全村人要举行一场庄严的祭祀仪式。这场关乎生死的仪式总是在采摘前一天的清晨，村里的主祠堂挤满了前来祈福的村民。长老们身着素色传统服饰，神情庄重地站在祭坛前。祭品一样不少，热气腾腾的糯米饭，散发着香气的腊肉，村里特酿的米酒，还有刚刚磨制的香榧油。当长老们高声诵读着古老的祷文时，每个人都低着头，虔诚地祈求神灵保佑采摘者平安归来。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祈福，更是整个村子对生命的敬畏与期盼。祭祀结束后，村民们三三两两地散去。明天天一亮，他们就要踏上那条通往树顶的危险之路。每个人都清楚，一旦踏上香榧树，就真正进入了一场生死较量。他们的一天常常从检查每一根绳索、每一个工具开始。在这项职业里，一个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。他们2-3个人结伴前行，背着干粮，走进晨雾笼罩的深山。目标是那些高耸入云的香榧树，最高的能达到30米，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。采集香榧最危险的就是攀爬。30米的高度，光滑的树干，简陋的绳索，每一步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步。采集者们只能靠一根布带绑在腰上，像蜘蛛一样在树干上攀爬。枝头缀满金黄果实，可对采集者而言，这些看似触手可及的果实意味着生死较量。采香榧危险至极，不光是高空作业，更是极限求生。坚守此职业的人得和陡峭地形、恶劣天气等不停抗争，每一个威胁环节都可能要命。最大挑战在于攀爬。香榧树通常长在海拔高、地势陡的地方，很多时候采集者得在悬崖上挂绳起步，徒手攀登。下方也许是上百米深谷，甚至是碎石嶙峋的河床，一旦失足，必粉身碎骨。有些地方岩壁太陡，脚几乎没法站立，采集者只能靠全身力量拉紧绳索，硬吊在树上。他们手臂伸展，绳索勒进肉里，身体的重量全靠这一根绳子支撑。稍有偏差，重心一歪，人就会滑落。更危险的是，香榧采摘多在秋季进行，也正是山里最多雨的时节。土地和树干都被雨水浸湿，石头松动，就连救命的绳索都会因为沾了水变得不再可靠。每一场雨都是采集者的噩梦，却也是他们无法逃避的考验。干燥时还好，地表和树体稍安全，可遇连续阴雨，土面湿滑，石头松动，连绳索都沾水汽不牢靠。采香榧人应对危险，说到底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技巧和心理建设。也会有人半途因太害怕瘫在树枝上动不了，这种情况下，核心支持小队里的采集伙伴们
就得上去施救，不仅要扶他下树，还得花好几天时间把他的心结解开，让他敢再回去采香匪。采集者每一步都在与死神较量，他们用锥子把绳索固定在树干上，双脚踩着岩壁，身体顺着绳索慢慢下滑，像蜘蛛一样在峭壁上移动，山风呼啸，绳索摇晃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深渊。遇到湿滑的苔藓或是猛禽突然飞过，一个走神可能就是最后一刻。这样的环境，每次行动都像在赌，赌的是经验，更是心跳。为了对付这样的环境，采集者的工具经过了好几代人的改进。粗壮的绳索的精细处理，得坚韧还得灵活，绑带得紧紧束住腰部，既要保证安全，又要方便活动。还有他们的竹竿，用来查看树枝稳不稳，或者摇动远处的香匪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，既要护住香匪果，也要让自己平安回来。上了顶，又一道难关，摘果。这活看似简单，实则特别费功夫和手劲，得小心翼翼，不破坏树枝，顺着果柄轻轻拧一下，再慢慢掰离。急了容易把果柄弄短，导致匪壳受损，影响保存。动作太重，还可能压坏周围刚冒出的嫩果芽，伤了树。如今采集工具也有改进，有人用修长竹竿或者轻便采摘工具辅助处理那些太高够不着的果实，但多数情况，特别是精品匪、够急的老手们，还是坚持徒手采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能值好价钱。每个布袋能装10几斤香匪，在30米高空，这重量足以让采集者失去平衡。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下，地面的同伴则要准确接住。一个不慎，不仅果实会受损，人也会坠落。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配合。一场采摘常常需要一整个队伍的协调，大伙安全把袋子拉回地面。这过程也得注意，不光要避免果实散落摔坏，有些果被掰下时可能带着花青素汁液，那种液体接触皮肤会刺激，特别是扎在手心特难受，得及时清理。到了地面，就轮到果实的清理工序。为保证外壳完整，摘回来的香匪得用清水洗掉表面细小泥沙。清洗后还得让果实通风晒干。收匪的村寨里常见竹篾片上摊满一地肥果，看着像铺了层厚厚的金黄毯子，实际上晒的时候也得把握好日照时间，稍晒过头就会开裂。等果子收干，剩下的步骤是精选。果实总有大小不一或者被压坏的，要挑出来分等级，好的流向市场，品相差点的留给村人自己加工。一颗好的香匪掰开后饱满莹润，这才对得起前面的冒险。香匪的采集是一套完整流程，每一步都有讲究，看似只是攀树、摘果、收下，实则门道极多。最起码采集得挑准时间。香匪果实通常秋季成熟，可不是随便哪个秋天日子都行。村里老手会观察天气，摸摸果实状态。果实若没到最佳时机摘，外壳就偏硬，成熟度不够，吃起来香味少几分。要是过了那个点，在树上多挂几天，不但口感受影响，还容易被风吹落，或者被各种害虫咬烂。所以大伙常讲，干这行眼力至关重要，得会看天色、读树影，还得知晓果实的脾气。选好时机就得看树。这活儿表面上好像攀上去摘就行，其实哪种树适合采，哪种树不能动，背后讲究不少。老香匪树一般根扎悬崖深，这种树采摘得格外小心，不敢用力太猛。一些年轻点的树，树干伸得又直又高，可难攀得很，需要更高超的平衡感。村里年长的人有经验，会提前勘探树木状况，不适合攀爬的直接舍弃，熟果多的就标记好，回头带齐装备，专门攻克。年轻人如果太贪心，碰到不该去的树，往往栽根头不说，还可能伤了树根，影响后面几年挂果。采香匪的人明白，这活危险，不是长久的事。可在偏远村子，这是最现实选择。他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过来的，采集香匪的技艺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。他们采摘的技艺向来是家族的宝藏。
父亲教儿子，祖父教孙子，代代相传。这不只是为了生活，更像一种仪式，能让家庭的根扎得更深。63岁的刘忠斌看着儿子第一次爬上香榧树，40年前他也是这样跟着父亲学艺，如今轮到他在树下守护儿子。这份技艺在一代代人手中传承，却也在每年带走几条生命。但为了生计，这场冒险仍在继续。刘忠斌双手紧紧握着蜈蚣梯底端，目光始终没离开儿子。那梯子细得像竹节，轻便的风一吹就晃3晃。半空中，儿子的手小心翼翼摸索着树干，脚尖一点点压稳竹梯，蹑手蹑脚地往上爬。风过山林，竹梯微微颤抖，可父子配合相当默契，一个拉住梯子，一个稳步向上。12米高的树干上，一站就几个小时。风刮的人晃晃悠悠，连喘口气都得拿捏好节奏。香榧一颗颗装进背篓，父子俩都没顾上擦汗。一个星期的冒险换来一院子的香榧，晒干的果实在文火中炒制，香气弥漫整个村庄。刘忠斌用大铲子翻动着果实，每一颗都凝结着父子俩的汗水。儿子坐在一旁呵呵傻笑，像个孩子似的认真挑拣着未成熟的果实。这些成品能卖到5万元，是他们整个冬天的希望。有你帮忙，今年更快。他拍拍儿子的后背，眼里满是欣慰。这不仅是一次丰收，更是一次传承。刘忠斌总寻思着，不能光挣钱，还得为后代着想。于是他把苗子栽进花盆，盼着能长成参天大树。他讲，下一代嘛，总得接上，就跟咱祖宗那样。刘忠斌晓得，这些参天大树不单是生计之根，还早就是村里的传统。小时候，他随父亲去采摘，现今儿子又随他，好几代人都在这片香榧林子里折腾。他与儿子肩并肩，看着眼前的树苗，仿佛能看到未来的林海。风吹过，满是祖宗留下的气息，且在他们手里一代代延续，永不停息。在另一个香榧村里，何风和他年过80的父亲也在经历着相似的故事。从小跟随父亲上山采摘香榧的何风，如今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榧农。虽然父亲不再爬蜈蚣梯，却仍坚持陪伴儿子上山，在树下守望，上面还有多少？快摘完了。父子俩的对话在山间回响。今年的香榧产量格外喜人，天气好，果子熟得恰到好处。在山下，何风的妻子宣玲和其他榧农家的女人们一样，正忙着果实的后续处理。成熟的青果需要经过至少1周的堆沤，等外皮逐渐软烂后，才能进行手工脱壳。这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，100斤的青果最终只能得到20斤香榧子。手不要这样剥，老人们不时提醒年轻人，要等它烂一点再剥，不然手会痛的。几十年的经验让他们深知，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最后的成品质量。几百年来，采香榧收获的不只是果实，还有让村里人凝聚的独特方式。香榧采季是村子一年中热闹的时候，那时邻里来往更频繁，互相帮忙，也互相比拼。有时干一天活回家，晚饭后一群孩子凑一起玩刚摘的榧果，大人们聚门口抽烟聊天，讨论谁家今年产量多，谁家绳结技巧好，连哪棵老树今年挂果都能引起热议。有些家族还会为新学徒上树仪式设宴庆祝，这也是代代相传的技艺的一种见证。这些传统像是无形的精神资产，让采香榧的人们面对生死攀爬时有安慰，有骄傲。然而，香榧采集的传统伴随时代变迁，正遭遇一种矛盾力量：年轻人的离开与坚守。有些年轻人走了，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，进了城去追逐灯红酒绿的生活，当了白领、程序员或者快递员、服务员。虽说日子或许不轻松，可起码摆脱了山里的束缚。他们觉着，跟每日攀爬陡峭古树、背负沉重果实相比，都市生活即便再繁忙，也更贴近现代，更具自由。在微信朋友圈发张高楼夜景图，晒下咖啡馆的拿铁，也算一种新标签和身份象征。父辈们却有股子坚持，在他们眼中，和树打交道不单单是挣钱的手艺，
更是一种和自然的缠绕关系。他们坚信老手艺是活的，有灵气。可这一份技艺，哪怕父母拼命教，孩子将来愿不愿意接手，还真不好说。但他们也清楚，光坚持不行。有人开始尝试通过电商卖香匪，用短视频记录采集过程，或者组织游客体验攀树采摘的感觉，既是坚守，也是创新。香匪树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林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开花结果。早在1000年之前，它就被人们发现和珍视。在古代，香匪不仅是山野间的瑰宝，更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口粮。它的珍贵程度甚至让它成为了进贡朝廷的贡品。随着时代发展，这种坚果的价值不断攀升。如今，它不仅是高端零食和礼品的首选，还被广泛用作中药材原料，市场需求量逐年递增。在一些地区，优质香匪的售价已经高达几百元一斤，尤其是那些经过人工采摘、精心处理的果实，价格更是让人啧舌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坚果中的奢侈品。对那些冒险采集的家庭来说，每一颗香匪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，是全家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，但同时也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。每年秋天香匪丰收后，采集者把果子晾晒、挑选、去壳，然后出售给加工厂或者直接进入市场。一季下来，一家人靠香匪的收益能支付孩子的学费、家庭的日常开销，甚至还能存一部分。他们的生活因香匪的行情不断变好，从山上背下来的那些果实，差不多成了家庭财富的积累方式。香匪是整个地区经济的命脉。一棵树从种植到结果需要几十年，但一旦挂果，就能连续产出上百年，给当地带来稳定的收入。村庄里的加工厂、小商贩、运输队伍，还有外来的游客，都因香匪而聚集于此。采集香匪并非靠蛮力，早期的技术讲究攀，像壁虎贴墙，人贴树。后来，大家发现腰里的绳索极为重要，是命根子，也是平衡点。从麻绳到棕榈皮边的绳，再到更结实的纤维绳，每一代采集人都改进这个工具。再往后，采集方式逐渐注重协作，有经验的老人教年轻人判断果实熟度，挑选攀爬路线，甚至有人专门琢磨绳索如何捆绑更牢固，如何避免对树木造成过度损害。采香匪的人把这些技巧藏在心里，又一点点传给后代。时间一长，一种文化就形成了。要说技艺的代代传承，离不开那些特别能干、特别有胆的人。他们的名字在山里流传，如同无形的招牌。有一户张姓家族，在当地村寨有采香匪世家的美誉。这家族从清代就靠采集香匪谋生，老人教儿子，儿子教孙子，传到如今已是第4代。张家的采集故事不只是一项技艺的传递，连同那些关于失败、经验、坚持的念叨，也成了家风的一部分。这些在悬崖峭壁间搏命的勇士们，也在逐渐触碰到现代科技的力量。随着社会发展，那些只靠一根绳子、一双手的原始采摘方式开始融入各种新型工具和设备。安全绳和卡扣已经成为现代香匪采集者的标配。过去，采集者要反复检查手工打结的绳索是否牢固，而现在有了工厂标准化生产的高性能材料，安全有了保障。头盔和护具也在逐渐普及，虽然老一辈觉得戴着不舒服，但年轻人更愿意接受这些改变。这些现代装备降低了采集风险，也让山里的老人们感叹，现在这活少了些以前的揪心，多了些安心吧。如今，科技正在改变香匪的采摘方式，油压升降平台让采集者能直接到达树顶，机器人开始尝试代替人工采摘，无人机可以快速寻找挂果的树木。但这些设备只能在平缓地区使用，在那些最险峻的山崖上，采集者依然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，一根绳子，一双手，在悬崖峭壁间与死神赛跑。可这些技术带来的便利，并未真的让所有人心动，特别是那些依旧坚持手工采集技艺的老手。对他们而言，机械再先进，也比不上自己绞刑树间、汗淋之烧的感觉。机器能采果，
却不能代替人对每棵树的熟悉判断，如哪些地方容易坏，哪根树枝负重有力，果实是8、9分熟，还是再挂2天更好。这种经验和眼力靠的不是科技，而是人与自然反复交流后的默契。甚至有人觉得手工采集的果子更美味，也更值钱。市场上有些客户明确要求购买纯人工采摘的香榧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不仅是对果实品质的肯定，更像是对那段原生态冒险的敬意。所以，尽管现代化采集逐渐增多，但坚守原始技艺的采香榧者依然不少。尤其是家族传承这种技艺的人，不愿让传统在他们手中结束。但坚守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事。随着乡村人口老龄化以及年轻人的外流，那些依赖人力完成的采榧方式变得越发艰难。传统采香榧职业的影响力本来就局限在几个山区村寨，随着时代的前行，愿意冒险攀树的后辈已经越来越少，很多技艺只能靠年老者维持。而无人在意的险峻山头，那些供养上一代人的老树，也渐渐成了无人攀摘的孤树。香榧树最终挂满过熟果实，被雨水腐蚀掉，散入土壤。这种情景令人既遗憾又无奈。然而，现代化的进程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一些地区为了追求更高产量，引入外来资本进行大规模种植，采用化学催熟手段，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，也冲击了传统的采集市场。而那些新型设备虽然先进，却因为价格昂贵，加上对地形和树种的特殊要求，并不能完全解决采集难题。不少采集者为了节省成本，依然选择用最原始的方式冒险攀爬。这些用生命在采摘香榧的人们，凭借着祖辈传下的手艺，在古老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。他们既要守护传统，又要适应变革，把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。这不仅是一份谋生的技艺，更是一种对家族、对土地的责任。哪怕面对危险重重的悬崖，哪怕面临现代化的冲击，他们依然选择坚守。他们用勇气和智慧，谱写着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动人故事。香榧采摘这项古老技艺的未来将走向何处？没人能给出答案。但每当看到村头那些挺立了几百年的老榧树，看到采集者们在树上留下的道道绳痕，就知道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还在继续。也许未来会有更安全的采摘方式，但这些用生命在悬崖峭壁间起舞的人，永远值得我们记住。因为在这片深山里，他们不仅是在采摘果实，更是在传承一种精神，用坚韧和勇气谱写着属于香榧人的传奇。现代化与传统之间，香榧采集者如何找到平衡？这些濒临消失的古老技艺，是否还有延续的可能？面对高龄化和人才断层的困境，这个行业的未来又该如何发展？如果你也关心这些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节目的制作离不开大家的支持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